这个单元要来谈一谈单身的形态。很多的男性跟女性在单身的状态的时候，表示他们为了要能够先完成学业，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建立自己的事业之后呢，再结婚。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表示单身让他觉得非常的愉快，他能够享受单身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也说，单身呢可能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可能会遇到合适的人，这时候呢就也许会离开单身。但不管哪一种原因，单身或者是结婚的压力可能对于女性来讲都比男性要来得大。一般而言，男性结婚的时候年龄是比女性要来的晚2年的，但是未婚的男性可能在整个成人期当中却比未婚的女性要来的少，主要是因为男性更可能从适婚年龄的女性当中选择合适的伴侣。我们也看到千禧世代的人们，他们的想法跟之前的世代有一些不同。千禧世代的人认为单身是一个蛮合适的生活的形态，而可能单身的比例也会比之前的世代要来得多，甚至于有一些千禧世代的人们可能放弃合法的婚姻，和伴侣生活在一起，但是不结婚。对千禧世代而言，因为经济的基础而选择单身，他们可能会发现，以他同样的年纪，他可能比他的父母亲辈或者是祖父母亲辈要更加的不容易奠定经济的基础。那么因此他可能在寻求独立，尤其是经济的独立的时间点上面，会比之前的世代还要更加的晚几年。我们从全球的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发现单身和文化以及宗教的因素密切相关。譬如说，在马来西亚的文化当中，妇女的角色是要透过婚姻才能够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一直都维持单身，她可能她的身份跟地位都会渐渐的变得边缘化。那么在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的女性，她们也相信在宗教里面命中注定的时间点，上帝会指派适合他们的灵魂伴侣。但是如果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可能是上帝还没有决定让他们跟他们的伴侣相见。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成为单身应该不是一个很早就决定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这种转变代表着自我的归因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改变，也跟文化所设定的婚姻时程表有关。譬如说，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设定大约40岁以前考虑结婚的人会比40岁以后要来得多很多的话，那么一个个人他如果年纪超过了40岁，他还没有结婚，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相对的去考虑是不是单身而不选择婚姻。这样的一个渐渐的转变的过程，是人们从本来希望结婚到后来也许可能单身，最后成为单身，这一种的个人的自我归因的认同感是慢慢的形成的。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认同感超过对婚姻或者是对结婚的认同的时候，选择单身或者是成为单身才渐渐的成为这个个人自我的选项。由此可见，决定不结婚或者是选择单身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我们并不是立刻或者是马上就能够确定自己是不是会选择单身而不选择婚姻，但这样的选项
可能是透过了自我归因的状态，而随着时间以及文化所设定的婚姻的时程表所共同来决定的。